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加州新法要求信用卡网络提供枪支商店的特定零售代码，以追踪销售。佐治亚、爱荷华、田纳西和怀俄明的新法却禁止使用此代码。这场冲突凸显了枪支政策辩论的新焦点，按党派路线分歧。接下来这条，肯尼亚贫民窟居民因收入低，无力购买政府建造的廉价房屋，只能居住在简陋的铁皮屋中。政府计划每年建造25万套房屋，但目前尚未公布已完工的数量。专家认为，需要改变和加快住房建设和融资方式，才能满足肯尼亚的住房需求。3D 打印技术有望缩短建造时间，并帮助解决住房短缺问题。下面这条，法国总统马克龙3周前突然宣布提前选举，打破了法国的政治稳定局面，可能导致现代共和国第一个极右政府诞生。接下来，美国佛罗里达州将于下周实施禁止实验室培育肉类法案。Upside Foods 公司在迈阿密举办了一场培育肉类品尝派对，以此作为告别。美国在2023年6月首次批准销售培育肉类，允许 Upside Foods 和 Good Meat 两家公司销售培育鸡肉。佛罗里达州和阿拉巴马州今年早些时候禁止销售培育肉类，认为该产品会损害农民并对公众构成安全风险。让我们关注，法国议会选举第1轮投票已开始，潜在结果将影响政府甚至欧洲局势。极右翼政党民意支持率大幅提升，若其赢得议会多数席位，将任命28岁党主席为总理，与现任总统形成共治局面。接下来这条，英伟达 NVDA 过去几年回报丰厚，但目前估值极高，投资回报可能会受限。虽然仍是不错长期投资，但投资其他成长股可能更明智。投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可让你接触广泛股票，同时获得丰厚回报。简化投资策略， Invesco QQQ Trust QQQ 是一支具有巨大长期潜力的基金，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，可让投资者单笔投资就接触全球顶级成长股。过去10年 QQQ 基金的总回报率包括红利超过 450%，远高于标普500指数 235% 的同期回报率。下一条，人工智能 AI 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。一位华尔街分析师认为，对于一家处于极佳位置的公司来说，一切似乎不会很快放缓。下一条，美国20大城市的房屋价格同比飙升 7.2%。金融结构协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·布莱特建议借款人与经纪人合作，货比三家，建立关系，以降低贷款负担。供应短缺是房屋价格持续高企的主要原因。接下来这条，首次总统辩论中，拜登和特朗普就经济和移民问题针锋相对。专家分析认为，辩论对候选人的支持率影响需要时间显现。民主党人对失去国会众议院、参议院和白宫感到担忧。下面这条，英伟达 NVDA 股价过高，市场预期过高。过去1周的股价大幅下跌表明了这一点。英伟达目前交易价为其预估销售额的21倍，2年前为12倍，溢价高。自1990年以来，没有任何美国公司的股价交易价高于其200日移动均线 100%。这表明英伟达的股价目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。下一条，国际清算银行警告，随着今年多场重大选举的临近，政府债务水平上升可能会扰乱全球金融市场。该银行表示，尽管经济学家在利率飙升时对此产生质疑，但世界经济目前正朝着软着陆的方向发展。但政策制定者，尤其是政客，需要保持谨慎。让我们关注，约翰迪尔宣布解雇伊利诺斯州和爱荷华州工厂的610名生产人员，原因是产品需求减少。解雇将于8月30日生效，受影响员工将获得失业救济金、利润分成和医疗福利。下一条，7月的重要劳动力市场数据将为投资者带来一个缩短的交易周。该交易周开始了7月、第3季度和2024年下半年。随着美联储维持严格的利率立场，所有目光都转向劳动力市场，以寻找疲软迹象。6月的就业报告将提供对劳动力市场的深入观察，而对私人工资单和职位空缺的更新也将成为整个星期的焦点。
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的更新也将分散到整个时间表中。预计新作品牌 STZ 将成为本周唯一值得注意的企业财报的焦点。此前，大银行在下周正式开启第二季度财报季。美国市场将在7月3日提前收盘，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点，并在7月4日独立日保持关闭。下面这条，如果特朗普连任，科技行业将面临监管放松，但也会因反移民立场和关税计划而担忧。尽管特朗普曾对 Meta 和 Google 提起反垄断诉讼，但科技行业仍可能受益于他对小规模并购的轻微阻力。最后一条是，拜登在最近的竞选辩论中的失误引发担忧，可能会影响总统竞选。如果拜登在来自捐赠者和国会议员的压力下退出，民主党可能面临候选人未知的问题。市场专家警告称，新候选人可能会增加市场波动性和不稳定性。潜在候选人包括加州州长纽森、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副总统哈里斯，其中哈里斯和雷蒙多被认为可能受到市场青睐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